老婆婆，请问有房租？那你们就尽快搬来吧。我的名字叫琪琪，是一个18线小演员。剧组搬来了屯门拍戏，我和好姐妹小咪打算租一间便宜房子。很快，我们就在报纸上找到了一间既便宜又不用押金的房子。可当我见到房东龙婆的时候，有点后悔，于是我就想用没有带够钱为由离开这里。可没想到龙婆直接又给我们降了房租，眼看这里的房租比别的地方便宜一半，小咪立刻就答应了下来。我和小咪赶回剧组拿行李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报纸背面的新闻。原来报纸上的女人叫冬梅，是龙婆的上一个租户。由于冬梅每天都要上夜班，龙婆对她非常反感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我又不是你女儿，要你管？我要去上班嘛。喂，我不喜欢人家这么晚回家的。下一次，喂，我只是你的租客，我的事用不着你管。于是龙婆就点燃一根蜡烛，对着窗户唱起了奇怪的歌谣。伴随着龙婆的歌谣，一股神秘力量来到了冬梅的房间，将她折磨以后丢下了牢。晚上下班以后，我和小咪就搬进了出租屋。累了一天，我就先洗了一个澡。可当我回到卧室后，却发现小咪貌似被上身了。我还以为这次真的租到了凶宅，立刻上去想要唤醒小咪。你别打我了，我跟你玩玩的，不是真的。幸好只是小咪跟我开了一个玩笑。到了半夜3更，龙婆又开始唱那首奇怪的歌谣。伴随着龙婆的歌谣，一阵阴风吹进了屋，小咪又开始跟鬼上身一样。这次我并没有理会她，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小咪却过来跟我说：“我被鬼压，真的有鬼啊！”眼看她这么无聊，我也不理她了，直接就睡了觉。次日，我们来到片场，准备拍恐怖片。小咪把她的经历告诉了扮演道士的西门。西门告诉小咪，自己其实是真的道士。于是下班以后，小咪就邀请西门来到出租屋驱魔。我是不是惹了脏东西？你能摆平吗？这个房间很多脏东西啊，有男有女，个个都是怨气很重啊，我也不敢开罪他们。看来你是劫数难逃啊！哎呀，周师傅，哎，周师傅，你别走，我求求你别走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哎，我就看你这么年轻又漂亮，如果能够逃过此劫呢，他是定能红遍影坛的。哎。看来我跟你还是有点缘分，能帮你我就尽量帮啊！好。就这样，西门替小咪全身心的进行了驱魔。西门在临走时被龙婆拦住，原来是龙婆把西门认成了自己的儿子，还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全拿了出来。西门见状，抢过首饰就要逃走，殊不知他现在已经惹上了大麻烦。第二天，在拍摄现场出现了意外。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径直向西门撞去，司机阿照感觉到不对劲，想要阻止，可为时已晚，汽车直接将西门撞成了2半。就在此时，一股阴气袭向了阿照，阿照直接使出灵犀一指，将其赶走。经历过这件事以后，我和小咪不敢回家，就让司机阿照送我们一程。可就到楼下的时候，阿照的护身符突然有了反应，于是阿照就来到了我们的出租屋。阿照感觉到房内透出了一股阴气，就要上前查看，结果被龙婆阻挡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想怎么样？你来干什么？你说。阿照见到咄咄逼人的龙婆，就劝说他收手吧。各家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做人管这么多闲事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一个人死了，如果他的躯体得不到安葬，也就是不能安息，他的灵魂会留在人间，他的怨气会越来越大，人有7情6欲，鬼一样也有。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，我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不用你教我。阿照见自己劝说无果，只好先行离开。见到这么尴尬的局面，我只好拉着小咪赶紧回房休息，而龙婆却来到了那个发出恶臭的房间。原来恶臭来源于床上的那具男尸，原来这具男尸就是龙婆的儿子。龙婆又对着他的儿子唱起了那首诡异的歌谣。
与此同时，一股阴风吹进了我们的房间，我并没有察觉到不对劲，就要睡觉，而小咪却攥着西门给她的护身符，紧张不已。我的被子突然被掀开，一股神秘力量向我袭来，可紧接着那股力量又悄然退去。一旁的小咪被吓坏了，急忙把我叫醒。我刚才看见有只鬼把你的裤子脱下来，又把你穿回去了。而我并不相信有鬼怪的存在，劝说他赶紧回去睡觉。而小咪却以为我藏什么灵符在身上。我告诉他没有什么灵符，只是现在我的大姨妈来了。转眼间来到第2天，小咪拉着我来到最灵的寺庙里求平安符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司机阿照。在小咪的询问下，阿照就开始向我们介绍他的身世。我先父是这里的庙主，我们3代都是捉鬼大师。我祖父是茅山师傅，我父亲是驱邪除妖的道士，而我对风水玄学、阴阳八卦也略懂一二。小咪一听他这么厉害，就想请他出手帮忙捉鬼。可是阿照却讲起了大道理。你知道捉鬼斩妖要耗天年，这个世界有正就有邪，乾坤日月是非黑白六定数。如果阴阳五行不能够互相牵制的话，世界就会大乱。一个人的生死是注定的，因果循环是不可以逆天而行。讲了这么多，他的意思就是不想随便招惹恶鬼，然后劝说我们2个搬走，还给了我们2个每人1个护身符。但是我根本不信这一套，直接把护身符丢掉。等我回到出租屋的时候，龙婆邀请我一起吃饭，她貌似十分喜欢我，嘴里还嘀咕着。并且给我讲起了他儿子的故事。你以前在大陆是很纯洁的，到了香港，整个人都改变了。对，谁跟我说有车有楼，在香港有自己的厂，在香港有很多生意，到了香港什么都没有，住在这种破房子里，你的楼你的车呢？还以为靠你可以移民到美国呢。还有啊，每天要伺候你妈拉屎撒尿，还要替她洗澡。媳妇，我真的太为难你了，你们少说一句吧，别伤害了夫妻间的感情。感情？我对他一点感情也没有。阿红，你不要说这样的话嘛，我们已经做了1年的夫妻了，怎么会没有感情呢？没错，我很感激你申请我来了香港，不过让你开心了这么久，那全部就还给你了。贱人！打我！我在外面跟了有钱的人，我回来是跟你说清楚，以后各走各的。这个老不死的，留下给你当宝贝吧！不要，不要啊！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！做男人做成你这个样子，不死也没用啊！为什么这样对我啊？随后龙婆便以腿脚不便为由，让我替她给儿子上炷香。我也没有多想，上完香以后就回房休息。我刚洗完澡，就感觉身后一阵阴风吹过，然后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出现，将我拉到床上。很快我就失去了意识。与此同时，龙婆还在隔壁唱着那首诡异的歌谣。次日，小咪发现了我的不对劲后，就把我带到了庙里，向阿照求助。可此时的我似乎心神已经被迷惑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阿照看着我的样子，也是一脸凝重。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，他打算帮帮我。与此同时，龙婆也为我选好了良辰吉日，天4宜嫁娶。很快我就被控制着回到了龙婆的家中。眼看时间来到了午夜子时，龙婆就要为我和他的儿子举行冥婚。关键时刻，阿照及时出现。阿照又开始劝说龙婆：我知道你有很多冤屈，但是人不犯鬼，鬼不犯人。天机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他？走得起来。可是龙婆根本不领情。阿照只好先用符咒控制住被上身的小咪，助手趁机冲进龙婆儿子的房间。他在衣柜里找到尸体以后，就想用五行来消灭他。首先是木，也就是茶叶；跟着是水，也就是盐；然后是土，也就是大火。可没想到助手这一折腾，居然让他诈尸了。随后他的灵魂便回到了自己的肉身，双方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。可是阿照双拳难敌4手，很快就被龙婆一家人按倒在地上。危急时刻，助手终于将照妖镜拼好，
阿照趁机一把抓起龙婆的儿子，就丢到了照妖镜上。龙婆的儿子顿时魂飞魄散，我和小咪也恢复了神智。龙婆看到儿子的惨状后，又唱起了那首歌谣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们下期见。